大家好，我是小蔬果。今天咱们来好好聊聊鸡蛋，这个我们天天见，却有可能误解了大半辈子的食材。想想看，每天早餐，鸡蛋几乎是标配，无论是荷包蛋、水煮蛋，还是加在三明治里。我们吃了一辈子鸡蛋，却可能忽略了它的正确吃法。今天就来揭秘3个常见的鸡蛋误区，帮你正确吃出健康。1. 每天1颗蛋，真的健康吗？一天1颗蛋，医生远离我。这句话被很多人奉为养生圭臬，尤其是长辈们，每天雷打不动的吃1颗甚至2颗蛋。但这种做法可能并不科学。以王伯伯为例，68岁的他身体一直硬朗，每天坚持晨练，饮食清淡，还有1颗雷打不动的水煮蛋。然而，去年体检时，他的肝功能指数转氨酶却异常升高，数值比熬夜喝酒的年轻人还高。医生详细询问了他的饮食习惯，最终发现问题可能就出在那颗营养蛋上。鸡蛋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，但问题出在2个关键点：量和身体的变化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机能下降，肝脏和肾脏的代谢效率不如年轻时。蛋白质摄入过多，肝脏这个加工厂超负荷运转，产生的有毒胺无法及时处理，堆积在血液中，就会损伤肝脏。日本的研究也发现，中老年人的蛋白质摄入量与肝功能异常的发生几率成正相关。所以，对于日常活动量不大的中老年人来说，一天1颗蛋是蛋白质摄入的上限，而不是标配。建议每周吃5至6颗鸡蛋，搭配其他蛋白质食物，既能保证营养多元，又不会给肝脏带来负担。当然，凡事都有例外，如果刚动完大手术、大病初愈，或者像运动员那样有大量体力消耗，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，每天吃2至3颗鸡蛋。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记住，适量才是对身体最深层的爱。2. 溏心蛋隐患。溏心蛋口感滑嫩，但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。鸡蛋内部可能含有沙门氏菌，这种细菌在蛋黄中尤其顽固，肉眼无法察觉。一旦感染，轻则上吐下泻，腹部绞痛，发高烧，折腾好几天，重则可能引发败血症、脑膜炎等致命并发症，尤其是免疫力较弱的中老年人。科学研究表明，要彻底杀灭沙门氏菌，鸡蛋的中心温度必须达到70摄氏度以上，并持续几分钟。而溏心蛋的蛋黄温度通常只有50至60摄氏度，根本无法杀死所有细菌。每次享受溏心蛋，其实都是在进行一场健康的俄罗斯轮盘赌。不过，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巴氏杀菌蛋或可生氏级鸡蛋，经过严格杀菌处理，风险较低。如果你钟爱溏心蛋的口感，建议选购这种鸡蛋，煮5至7分钟即可。但如果用普通散装蛋，一定要彻底煮熟。3. 空腹吃鸡蛋，营养的浪费。很多人早上赶时间，会选择喝1碗蛋花汤，或者直接吃1颗水煮蛋，觉得简单又营养。但空腹吃鸡蛋，其实是对优质蛋白质的巨大浪费，也是对身体的潜在伤害。我们的身体就像一辆高级轿车，早上起床后，经过一夜的消耗，油箱已经空了。你需要先给它加上最基本的汽油，让引擎顺利启动。这个汽油就是碳水化合物，比如小米粥、全麦面包、燕麦片。当肠胃开始工作，胃酸和消化酶被充分激活后，再吃鸡蛋，蛋白质才能被精准识别、分解，并运送到身体各个需要修复和构建的地方去。但如果在空腹时直接吃鸡蛋，身体会说，我现在急需能量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于是，宝贵的蛋白质就会被当成普通燃料，直接燃烧提供热量。这不仅是营养浪费，蛋白质在燃烧过程中还会产生更多的含氮废物，增加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负担。所以，记住一个重要的早餐渐进进食法，早上起床先喝1杯温开水暖胃。然后吃一点点容易消化的主食，比如半碗稀饭或1片全麦吐司。过10来分钟再吃鸡蛋。
这个小小的顺序改变，能让鸡蛋的营养价值利用率提升好几倍。4. 蛋黄胆固醇的真相。很多人担心蛋黄胆固醇高，一颗蛋黄就含有约200毫克胆固醇，吃下去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。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。早在2015年，美国膳食指南就取消了对膳食胆固醇摄取上限的建议。研究表明，人体内 80% 的胆固醇是由肝脏合成的，只有约 20% 来自食物。当食物中的胆固醇摄入增加时，肝脏会减少合成，反之，摄入减少时，肝脏会增加合成。所以，想靠不吃蛋黄来降低血胆固醇，效果微乎其微。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反式脂肪和过量的饱和脂肪，比如糕点、油炸食品、肥肉和动物油，这些才是心血管疾病的元凶。更有趣的是，蛋黄中还含有卵磷脂，它能分解胆固醇颗粒，防止胆固醇在血管壁上沉积，反而有助于代谢胆固醇。此外，蛋黄还富含维生素 A、D、E、K 以及叶黄素和玉米黄素，这些营养素对眼睛非常重要，而蛋白中是没有的。所以，对于绝大多数健康人群来说，吃整颗鸡蛋是绝对安全且营养最大化的选择。不要再丢掉蛋黄了，那可是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精华。5. 定期检查，关注健康。最后，强烈建议大家养成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，并且要学会看懂自己的健检报告，特别是肝功能的 AST 和 ALT 这2个指数，它们是肝脏健康的警报器。通过定期监测，你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己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是否健康。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鸡蛋的话题，从过量的风险到溏心蛋、隔夜蛋的危机，再到吃的顺序、搭配和胆固醇的迷失。希望你能明白，鸡蛋是上天赐予我们的营养珍宝，关键在于我们要用智慧去解锁它的全部益处，而不是用错误的习惯把它变成健康负担。知识就是力量，尤其是在健康这件事上。一个微小的改变，比如把溏心蛋换成全熟蛋，把空腹吃蛋的顺序调整一下，就能为你的健康带来巨大的正面效益。从明天的第一顿早餐开始，就尝试做出这个小小的改变吧。每一个正确的选择，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健康长寿多存进一分最宝贵的本钱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你和你所爱的人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请务必点赞，分享给身边每一位关心健康的亲朋好友，特别是那些每天坚持给孩子、给孙子做溏心蛋或荷包蛋的家人，一定要让他们看到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能让您更健康、更快乐的知识了。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我是小蔬果，我们下次见。